喺內地做生意嘅朋友要注意啦，最近內地發佈咗社保新規定，從9月1號開始，無論你開間餐廳又好，或者開間雲吞麵檔又好，開間超市又好，只要你有請伙計嘅，必須要強制幫你嘅員工購買社保，即係5險1金。任何不購買社保嘅理由都將會不成立。就算係個伙計自己要求不買社保都唔得，即屬違法。嗱，呢個一刀切嘅政策落嚟呢，又係一場腥風血雨噶啦。依家到底有幾多人係冇交社保嘅呢？根據2024年嘅數據，全國就業人數差唔多7.3億人，其中只有2.46億人呢係有交社保嘅，佔比只有33.5%。攞北上廣深呢啲一線城市去做例子啊，呢啲一線城市嘅社保費用呢，每人就1,500蚊到1,800蚊人民幣一個月啦。咁啊，羊毛啊出在羊身上噶啦。呢個社保費用呢，唔係僱主出就係僱員出，唔會有第三方幫你出1毫子嘅。作為一個僱主，對於每個伙計嘅總支出，都係有一個固定嘅成本核算嘅。嗱，比如講我請咗一個樓面嘅服務員，我預算係5000蚊人民幣一個月嘅。如果唔幫佢買社保嘅話，呢筆錢就交晒俾個員工。如果要購買社保嘅話，就會抽起呢1,800蚊去購買社保。咁俾到員工手上呢，就剩翻3200蚊。嗰啲利潤豐厚嘅高級企業，比如阿里巴巴啊，或者廣州本田啊，又或者係中國電信啊、中國移動啊呢啲咁嘅大企業呢，佢哋係有足夠嘅利潤空間去支付呢一筆費用嘅。呢啲大企業呢，對於基層嘅員工支出成本最少都過萬蚊噶啦，佢哋就直接會幫啲員工購買社保嘅。一個員工1萬蚊支出咁計一下，咁就會攞1,800蚊去買社保，出糧就出8200蚊交到你手上。咁當然，越高級嘅員工呢，總支出自然就會更加高啦。購買社保嘅檔位亦都會更加高，員工到手嘅薪酬亦都會更加高。呢啲大公司係一啲問題都冇嘅，問題係呢啲咁嘅高利潤公司係屬於極少數。呢個社會上絕大部分都係嗰啲小型企業、微型企業。呢個階層嘅僱主就邊有咁好景啊？喺依家呢個經濟環境，全國有8億人係處於負債當中嘅，大部分人嘅消費意欲都係相當之低下嘅。好多企業食肆都喺度讓利內卷，早已經將開源節流做到盡噶啦。今時今日能夠正常運作唔執笠，已經算係幸運噶啦。仲邊度有錢再額外支出呢筆社保費用啊？至於僱員，對於薪酬5000蚊左右嘅人士嚟講，佢哋交完呢1,800蚊社保，到手就得返3200蚊。房租開支又佔據咗收入嘅1/4到1/3，再加上各種生活成本，剩低嘅錢本來就已經唔多噶啦。佢哋嘅思維係寧願暫時捨棄社保，優先解決眼前嘅溫飽問題。至於退休嗰啲係幾十年後嘅事，自己能活到退休先至再講啦。呢個係現時實實在在嘅打工者嘅心態。其實呢啲低下階層有好多係僱主同僱員雙方都唔想買社保嘅。從現實嘅角度嚟講，應該係現時嘅利潤空間無法支撐呢個社保開支。呢個係第一個佢哋唔想買社保嘅理由。以往呢，為咗應對呢個不購買社保嘅問題啊，僱主同僱員呢就會簽訂一份協議。呢個係律師教噶，內容係僱員要求僱主將社保費用支付俾僱員，僱員承諾會自行購買社保。簽咗呢份協議之後呢，日後僱員係無法再向僱主再額外追討社保資金嘅，咁樣僱主就可以規避呢個法律責任。但係從今年嘅9月1號開始，呢個做法就已經失效噶啦。任何自願放棄社保嘅協議，通通無效。強制僱主必須幫員工購買社保。作為勞動局呢，我唔理你咁多噶啦，僱主同僱員就4466拆掂佢，
反正我就夾住你間公司，你所聘請嘅每一個伙計都要登記喺你間公司嘅名下購買社保。到時呢條規定生效之後，會發生嘅就係支付唔起呢筆費用嘅企業就會直接倒閉。如果從員工工資裏邊扣除費用嚟到購買社保，咁個員工又唔制，佢就會離職走人。特別係餐飲行業啊，一間酒樓樓面收銀廚房揦埋呢100幾廿個伙計噶啦，本來已經靠喺抖音賣嗰啲特價套餐苟延殘存噶啦。依家呢個新政策落嚟，簡直就係驚你唔死咁，插多你一刀。啲人第二個唔想購買社保嘅理由，就係呢個社保系統呢，係依家你交嘅社保基金，係用於供養現在嘅退休人士，而到你退休嘅時候，你所領取嘅退休金係來源於日後嘅年輕人所繳納嘅社保基金。呢個運作係有啲似傳銷㗎吓。問題係依家嘅生育率呢就越嚟越低，啲人害怕嘅係若干年後到自己退休嘅時候，個社保基金是否會爆雷？爆雷嘅意思呢，譬如就話冇錢支付啊，又或者拖住你啊，遲啲先俾你啊，分期俾你啊。咁佢哋恐懼亦都有佢哋嘅道理嘅，因為按照現時嘅社保基金計算，不改變嘅話去到2035年就會爆雷。內地嘅社保基金呢，同香港嘅強積金係唔同嘅。香港嘅強積金呢係專款專用嘅，佢唔會用於其他嘅用途，只係將你繳納嘅錢呢幫你儲起身，到時一次過俾翻你。咁當然，如果我個人嘅話，我係相信就算去到社保基金耗盡嗰一日，國家亦都唔會俾個社保基金爆雷。其實係可以有好多方法去應對嘅。例如提高赤字啦、貸款啦、發國債啦，又或者直接印銀紙啦，永遠做莊嗰個都唔會爆雷噶啦。你睇下美元就知啦，美元係經歷過噶啦。最初嘅美元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流通貨幣，係因為美元呢同黃金係掛鈎嘅。全世界人相信美元就係因為呢一樣嘢。美聯儲有幾多黃金就印幾多美金，但係去到1971年就已經頂唔順噶啦，正式同黃金脫鈎。其實去到佢脫鈎呢個時候，可以講美元係已經爆咗雷噶啦。你再睇下今時今日，美國嘅國債去到37萬億美元噶啦，就嚟連利息都還唔起噶啦。如果人人都去擠提啲美金，你估美元會唔會爆呢？一樣唔會爆。大不了咪美國佬即刻印銀紙，你要幾多咪印俾你咯。啲人咪一樣咁相信美金，更何況人民幣根本就係一個受管制嘅貨幣，冇咁容易爆雷嘅。所以第二個理由我反而唔係咁擔心。第三個唔想買社保嘅理由就係覺得個社保系統冇安全感。前段時間國家統計處披露咗養老保險基金存在嚴重嘅問題同埋漏洞，14個地方嘅檔案被篡改、審核失控，出現咗荒謬嘅履歷，甚至形成咗一個跨區域嘅專業化養老金騙取產業鏈。首先披露嘅係13個省將406億養老金挪用於三保支出同埋償還地方債務等等。三保嘅意思就係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資、保運作。呢個雖然冇直接嘅個人獲利，但係呢個做法呢，顯然係損害咗社保參保人同埋退休人員嘅利益嘅。理論上養老基金係應該專款專用嘅，保障職工嘅退休生活。依家將呢啲資金挪用到其他用途，咁如何保障未來嘅退休金支出呢？仲有更荒謬嘅案例啊，比如山西蒲縣疾控中心嘅職工，1歲開始工作，22歲辦理咗退休，竟然成功領取咗累計69萬蚊嘅養老金，同時呢個人又繼續喺度上班。呢份咁荒誕嘅檔案居然通過咗層層嘅審核。仲有另外一個案例，江西某國企將90後職工嘅出生年份提前咗10年。
使佢哋提前符合咗特殊工種嘅退休標準。為咗掩蓋呢個行為，佢哋甚至使用造舊嘅紙張同埋油墨重新裝訂檔案。隨住調查嘅進一步展開，發現全國有2.83萬人通過篡改檔案違規退休，騙取養老金總額達到5.19億元人民幣。東北某城市嘅中介公司通過行賄手段，成功為271人辦理違規參保，導致養老金損失1.15億元人民幣。該中介非法牟利400萬。另外一單黑龍江七台市涉及中介公司、醫院同埋社保局嘅三方勾結嘅案件，亦被揭露咗出嚟。276名未滿足繳費年限嘅人，通過行賄辦理咗參保，導致財政補貼被騙取3.8萬蚊。陝西省某三甲醫院嘅虛假塵肺病診斷書炒到5萬蚊。醫生同中介公司形成咗分成模式。某化工廠56名工人通過購買虛假職業病證明，導致地方財政每年額外支出養老金428萬。到目前為止，全國16個省份嘅90家中介機構參與咗養老金詐騙，形成咗跨區域嘅專業化黑色產業鏈。嗱，呢第三個理由呢就比較麻煩啦。呢啲事再發生嘅話，根本就係失控嘅，就好比一個裝住錢嘅袋，到處都係窿。呢啲睇唔到嘅流失先係最可怕嘅。當你知道嘅時候，根本就追唔返啲錢，因為都已經使咗噶啦。仲有啊，內地嘅社保基金啊，係有入股市嘅，佢又去買 A 股嘅，佢喺股市唔見咗幾多錢啊，都係一個謎啊。咁所以9月1號呢個社保新規出嚟嘅時候，我覺得會倒閉一批企業，失業率亦會進一步提升。咁嗰啲喺內地做緊生意嘅朋友就要及早計埋呢條數啦，預早做好準備。OK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